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訊息：早上喝咖啡有比較低的死亡風險。我建議大家最好下午6點以後就不要喝咖啡。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各位網友都知道，邱醫師很愛喝咖啡我以前說過，這個每天3杯黑咖啡，養生健康又減肥。喝咖啡對健康有很多好處，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各位網友當中也有很多人在喝咖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喝咖啡的時間居然也能夠決定咖啡對健康的好處有多少。在今天節目開始前，邱醫師想先問大家，你是不是只有在早上喝咖啡，下午不喝咖啡？如果只有在中午以前喝咖啡的人，請在留言區打1；在中午以後還會喝咖啡的人，請在留言區裡面打2。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訊息，居然這兩種人呢，喝咖啡會有不同的結果。大家把節目看到最後就知道了。歐洲心臟學期刊上面有一篇論文，它的題目是美國成年人飲用咖啡的時間與死亡率，意思就是研究這兩者的相關，看看美國人那麼愛喝咖啡，那麼美國人喝咖啡的這個時間的分別到底對死亡率的高低有沒有影響。美国的研究呢，調查1999年到2018年之間美國人的飲用咖啡的時間模式，而且呢追蹤了10年，看看10年之後這些被追蹤者的死亡率的高低，總共納入了42188個人。結果很震驚的發現在追蹤期間，有1268個人因為心血管疾病死亡，有934個因為癌症而死亡。分析這些死亡的喝咖啡的時間模式，調整喝的咖啡含咖啡因跟不含咖啡因的分別，還有呢調整他們的睡眠時間以及其他混雜的因素，把這些排除之後，只分析全天飲用咖啡跟早上飲用咖啡這两個人群的差異結果發現早晨飲用咖啡的人呢，全死因的死亡率跟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呢明顯比較低。也就是說，早上喝咖啡呢跟全天喝咖啡的人來比呢，早上喝咖啡有比較低的死亡風險。接下来呢，我們就要探討說為什麼会有這樣的差異，為什麼早上喝咖啡對健康的好處比較多。第一點就是生理時鐘的協同作用。我們知道人體的生理調節是有一個時間曲線，這是日夜改變的這個叫 diurnal change。我們早上一起床的時候，為了應付一天的壓力，所以我们這個時候呢，在清晨起床的30到45分鐘之內我們的皮質醇，也就是內源性的類固醇叫 cortisol， 這個是一種應付壓力的荷爾蒙，就會明顯上升，達到高峰值。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我们清醒來應付我們早上的這個工作的需求。如果我們在早上喝咖啡的時候呢，咖啡因的作用呢可以搭配着這個 cortisol 生理時鐘的協同作用，這個會幫助我們新陳代謝的調節變得比較穩定。如果呢你是在錯誤的時間喝咖啡，本來應該要休息，可是咖啡因呢卻提升了你的新陳代謝，就會容易導致代謝紊亂。在很多研究當中都發現說維持我們這種生理規律性跟生物的節奏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會有比較低的心血管的風險。例如在2015年發表在科學轉譯醫學的期刊裡面有一篇文章，就證實說在晚上喝咖啡的時候呢，咖啡因會讓我們身體的生理時鐘往後延40分鐘。這個主要是表現在褪黑激素的分泌上面。如果我們在晚上睡眠的時候呢，能夠讓褪黑激素分泌的更足夠的話，我們的身體會更健康。視網膜上面有感光細胞，在黑夜來臨的時候呢，感光細胞沒有了光線的刺激，褪黑激素就會分泌。所以以前邱醫生跟大家講過說，睡覺的時候呢，盡量不要有燈光太亮的情況，因為這樣的話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褪黑激素對我們生理時鐘的調節非常重要，同時以前跟大家提過，它也會幫助我們的棕色脂肪數量增加，功能變強，使我們擁有易瘦體質，比較不容易發胖。那第二點呢，就是餐後血糖的調節。咖啡除了咖啡因以外，它還有很多的綠原酸。綠原酸是多酚類的抗氧化劑，它屬於多酚3大類當中其中一類，叫做類黄酮。綠原酸它可以改善胰島素的敏感性。多酚的羥基可以抑制葡萄糖的醛基，變成一個配糖體，使糖被吸收的效率降低，餐後血糖就不會快速升高。所以這個多酚是可以抑制糖分的吸收，餐後的血糖比較穩定。剛剛有提到，因為人體在早晨起床
床的時候面臨一個黎明現象，皮質醇升高導致的血糖上升。如果在這個時候攝取咖啡，咖啡當中的綠原酸呢就會發揮多酚調節葡萄糖的這樣的作用。相較之下呢，跟全天攝取咖啡的人相比呢，全天攝取咖啡的人，咖啡因作用之下導致他全天處在比較興奮的狀態，就會抵消這部分的好處。2014年發表在《糖尿病護理醫學期刊》上面這一篇論文就證實了這一點哈。第三點呢，就是咖啡會影響睡眠的質量。睡前喝咖啡，很多人會因為這樣導致失眠。在睡眠的前6個小時內喝咖啡的話呢，咖啡因會顯著減少總睡眠的時間，而且呢，它會破壞睡眠的結構，也就是深層睡眠會減少。長期的睡眠片段化是死亡率跟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子。如果你是早晨喝咖啡，就不會讓咖啡對睡眠產生這樣的影響。所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早晨喝咖啡比全天喝咖啡的人有更低的死亡風險。2013年發表在《臨床睡眠醫學期刊》上面，這一篇論文就提供了最好的解釋。早晨一杯咖啡，提神醒腦又減肥。早晨喝咖啡的確是可以讓咖啡對健康的益處發揮到最大。如果你在早晨以外的時間還會喝咖啡，像邱醫師有時候下午手術結束的時候，我還會再喝1杯到2杯的咖啡哈。假設你是像邱醫師這樣子下午還會喝咖啡的話呢，那麼根據今天的內容，我建議大家最好下午6點以後就不要喝咖啡，因為咖啡因的作用大概可以維持6小時。6點以後不要再喝咖啡。如果你是12點睡眠的話呢，咖啡因對你睡眠的影響就會降到最低，這樣子呢才能讓喝咖啡對健康發揮最大的效用才不會減少咖啡保護我們，減少心血管疾病，減少我們癌症的發生率這樣的好處。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